醒了枝桠，托风把心捎给他。屋檐下风铃静静摇曳我的心弦啊，暮色碎了一地，无人能回答。初见他漫步西桥下，他轻摘一朵桃花，满园春色美如霞，莲的芳菲如星辰。我提笔月下临摹他，遥遥相思情怀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刘宇宁，欢迎各位。没有他在身旁，有好风光，月影呀无花，春雨唤醒了枝桠，托风把心捎给他。屋檐下风铃静静摇曳我的心弦啊，暮色碎了一地，无人能回答。初见他漫步西桥下，他轻摘一朵桃花，满园春色美如霞，莲的芳菲如星辰。我提笔月下临摹他，遥遥相思情放下，千纸一沙成诗画。眼泪无声显人话，初见他漫步西桥下。有朋友说人海的往里进啊，也没那么夸张啊。这个就是因为今天就是刚回北京嘛，所以想说上来跟大家聊会儿天什么的，然后也没啥事儿啊。然后年底估计那个后面会忙活一点别的事儿，还有几天，然后就怕没时间直播，所以今天有点时间我就上来直播了，是不是？还行吧？因为上一次直播的时候，已经有朋友怪罪我了，说你不咋播啊，去年播那么少，所以今年呢，我就稍微就是一年要比一年强嘛，所以今年就是有空的话就播一播啊。有朋友20场，去年19场，今年争取20场是吧？就是每年就行，那这个我觉得20场应该是能完成了啊。行，反正尽量多一点吧，啊，尽量多一点，没事儿，反正在家抠脚嘛，现在抠脚就多多的这个直播陪粉丝啥的，跟你们唠会儿嗑啥的，这不挺好吗？啊。没有他在身旁，有好风光，月影呀无花，春雨唤醒了枝桠，托风把心捎给他。有朋友说老大今天怎么不戴眼镜了？也可以戴，一会儿那我就戴上吧。没有，我就是戴不戴都行，我就是一个造型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戴呗啊。怎么戴上去之后感觉有点弱智，算了吧啊，算了，没事啊。屋檐下风铃静静摇曳我的心弦啊，暮色碎了一地，无人能回答。初见他漫步西桥下，他轻摘朵桃花。
哎呦，我这衣服一闪一闪的，没有，我这开的特效啊，开特效我可以关了，这样就不闪了是吧？这样就好了。开了个特效，就是哇，这个特效还可以脸美白了呢。你看我关了，这个脸马上黑一堵啊。哦，整个画面都黑了。啊，它是特效，没事啊。闪着好看，闪着感觉这个直播间高级一些，对不对？好像在看一场就是那种珠宝的那种宣传片，它都会做一些就是效果，让这个光打在那个珠宝上，让它有那个炫光的感觉。哦，开心开心。有朋友让我讲讲那个就是湖南卫视小年夜吊麦的那个事儿啊。这么丢人的事儿，为什么还要讲吗？有点丢人啊。轻轻摇曳我的心弦呐。等一会儿讲吧，等会儿讲吧。哦，稍等一会儿讲。也不是说就是等着观众多了再讲啊，我只是说我刚开播，我那个整个人的状态还没有起来啊，我需要就是你就像你这个东西啊，人呐就像一辆车一样，尤其是大冬天的，你刚起步的时候你不得热车呀？你哐哐外边零下20-30度，你哐哐车一点着火，你直接油门踩到底爆缸了，那机油还没润滑起来呢，对不对？这个机油还是那个凝固的状态，你得稍微烘一烘热车。啊，等那个水温嘎嘎上来了，水温在60度左右的时候，你是嘎嘎这兴奋，你我讲的就开心嘛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吧？你们要急火啊，没事一会儿讲啊，一会儿讲。对，有朋友多喝点机油也不用了啊，我就稍微预热一下，就把这整个情绪调动一下，找直播状态啊。这个东西就是找状态，就像你唱歌也是一样的，你需要先找状态，然后状态到了。啊，你感觉自然有了啊，那个劲儿就对了啊，那效果也就好了啊，观众也就开心了。初见他漫步溪桥下，他心摘一朵桃花，春色美如我提笔月下临我他，宁哥有朋友说，宁哥，我朋友说我变聪明了，你变聪明了怎么？你是意思看我直播看的吗？看我直播长智商？这波可不敢这么宣传啊！啊！你变聪明了，说明你成长了嘛？说明你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然后你见的事儿多了，然后也有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了。所以这跟我没关系。当然，我也希望你这个越来越聪明啊。我提笔月下临我他，遥遥相思情放下。朋友是这样的啊，当然在这个预热之前，我先讲一个稍微相对严肃一点的话题啊，相对严肃一点啊，就是没有，也不是说上课啊，跟上课没关系，就是讲，就是在没有预热之前，咱先机油还没热的时候啊。我那不讲啊，太严肃了。没有，不严肃，开玩笑了。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个东西啊，因为我就别人家粉丝他们的这个玩的形式如何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玩法嘛，所以我觉得也挺好，因为我可以做直播跟你们直接的去交流，然后你们也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你们也很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。可能有些朋友有的时候我说的一些话，他当下不理解，他后面他都会理解的。对，所以我就是会有一些东西会给大家分享的啊。
也许你已经拼尽了全力，可没能等到奇迹，想过要逃避，总开玩笑说要放弃，却一直没放弃。你问自己，到底怎样才算努力？洗耳恭听那倒不至于啊。有朋友说老大美颜关了，也没开什么美颜，就开了个磨皮，然后开了个磨皮而已。然后因为这个五官这个东西也救不了了啊，开了个磨皮，然后显得皮肤状态好一点，大家就是看起来舒服一点，就这样啊，也没什么美颜啊。看到太阳升起，陪着家人老去，等到孩子。当然这个话题也不严肃啊，就只要讲什么事儿了，就是昨天晚会吧啊，昨天晚会上有这个昨天晚上嘛晚会嘛啊。多不容易，在生活的难题里，太多复杂的情绪。也没有了，我不是说有人告状或者怎么样，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啊，但是当然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数的啊。就是昨天晚会呢，那个我的3首歌，那个被其他的朋友，就是当然这些都是朋友都认识啊，你们也知道都认识，然后被其他朋友去翻唱了，然后就我还蛮开心的啊。来不及，但一步一步的脚印已经走到这里。一首这个努力的人，一首是那个孤舟的歌嘛啊，另一首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首叫什么来着？哎，我这脑子。巡案，没错啊，巡案。我觉得很开心啊！你想想我一个晚会当中有3位歌手翻唱了我的歌，那我应该超级开心的，对不对？真的会很开心的，因为你的音乐被别人所翻唱，其实这件事儿呢，就第一说明什么呢？你的歌被人认可了，而且有很多人听到过，而且适合那种比较大舞台的那种环境都可以去诠释的那种歌，我觉得就是在音乐上对我来说是一个肯定啊。对，就是这个朋友说的对，就说明你的歌被大众所认可了，没错。但有些朋友我就希望怎么呢？因为我以前经历过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你给我安静点，要画面在这儿。然后呢，那个什么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以前经历过一件事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曾经刚出道的时候，包括前几年，包括现在，我也有再去没事就翻唱别人的歌嘛，对吧？就是因为我喜欢的歌，我就想唱一唱听，或者包括我出道之前，或者我出道以后，刚出道那个期间，就会去唱一些别人的歌嘛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就会有其他家的粉丝就会说我说你自己没有歌吗？啊，你唱的永远都赶不上原唱，你唱的你根本就不行，跟原唱比就太次了啊。然后就会有这种感觉，然后还说我就是打个比方，我唱了一首歌上了一个音频，当然不是我个人上的，你要不就是节目啊，或者是他平台给上的，他是平台给上的，不是我上的。有些人就会说，哎，你怎么还偷人家歌什么的？你怎么去偷人家歌？然后就是他们家粉丝会来贬低我。但是其实你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往往我碰到这样的，我碰到这个歌曲的原唱的这个歌手的时候，他都会跟我说，我说你最近的专辑很好听啊，我最近发几首歌很好听。他说对啊，他说你没事你帮我唱唱呗。他说那个什么，他说最好唱一点就是没那么火的那种，最好唱一点那个就是那种可能有他一张专辑火了1、2首歌，其他8首9首可能没有那2首那么的被大家所听到。他说你没事帮我唱一唱，或者你直播的时候放一放，帮我宣传宣传。当时我就想说，我说我上次给你宣传，你粉丝骂我，但是我没说，但是其实是作为歌手来说，有更多的歌手去唱你的歌，并不是对你的否定，而是对你的歌的肯定，且帮你去宣传，你懂吧？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每一个歌手，我不知道别人啊，但起码我遇到的和我自己
都是希望有更多人去翻唱自己的歌，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很多音乐，打个比方，我们做歌手的音乐发出来之后，都会找一些就是网上的那种小视频平台的公司，找那些公司联系他们旗下的那些所谓的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跟我是同行啊，跟我是同行，就是像我们这些网红们啊，还有一些就是那种，对，你懂我说的意思吧？找他们去翻唱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网络上去翻唱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找一些就是那个会跳那种手势舞的那种老师，那种博主们，找他们去跳那个舞，但用那个背景音乐。其实，在这个角度上，对这个歌是一种非常大的宣传。这其实都是花钱要做的事儿，我刘以宁替他们免费做，也被他们说了。就像我昨天发生的那种事儿一样，别人免费的替我们去宣传我们的歌，我们还要去否定别人，这件事儿，我觉得是就是不好的啊。本来这个宣发我都要花钱去宣推我的歌的，结果人家免费帮我唱了，让更多，而且在一个大舞台上去唱。然后其实对你来说，这首歌我要花钱的东西，人家免费给我搞了。你想想，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我是很好的一件事儿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儿。所以呢，朋友们是这样的，我只想跟大家分享，咱们家这朋友们，以后有其他的歌手去翻唱我的歌，或者翻唱我的 OST， 你们一定要就是不要去，就是你当然就是你喜欢听你就听，不喜欢听你也可以不听，但千万不要说没有原唱唱的好什么之类的啊。当然也不用说特意的去，哎，你唱的真棒，我替我宁哥去感谢你，那也不用你来教人啊。我说那个意思就是格局打开啊，因为这个音乐就是这样的，你需要分享给所有人，需要不同的人去分享啊，这才是对他最好的一个宣传和对这首歌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付出。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，奔走在无数春秋冬夏，还坚守着那份倔强，跌跌撞撞去寻找不远处走在的时光。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，有朋友机油热了吧？有朋友机油热了吧？现在刚30度，在60度左右的时候，就是稍微就是60度及格嘛。啊，就是这个水温到60，机油刚刚融化一丢丢啊，刚刚就是从那个固态变成了液态，但是还是粘稠的。咱希望它是那种啪啪啪啪，就特别的润滑那种的。现在还没到，你看我状态就嘎嘎还没起来呢啊。满是潇洒，心别害怕风吹雨打，哪有我有你，也有他。有朋友唱首歌热热场子，唱一个，能不能手动加热？这不是，他是我说的，这不机油。你开车，老铁，你开车，冬天外边现在冬天，尤其我们东北零下20-30度，你哐，你说你手动给机油加热，你啥意思？把前机盖打开，在里边生火呀？还是说把那个机油倒出来之后用开水煮一下，手动加热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有朋友说我电车也一样，那电池那玩意儿还是得加热的啊，还是得预热一下的。有朋友说宁哥你是那个戴帽子没洗头吗？洗头了，怎么能不洗头呢？你洗脸洗澡你就能洗头啊，只是说没造型而已。现在头型非常乱。所以戴个帽子显得就是起码没那么，就是我们东北有句话叫做呲毛决定，别那么呲毛决定的啊，就是那种的啊。你在生活的难题里，太多复杂的情绪，太多来不及，但一步一步的脚印，已经走到这里。你看着自己，终于不会再犹豫，下定决心的你，默默鼓起勇气，去拥抱自己，
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呐，奔走在无数深秋冬夏，还坚守着那份倔强，跌跌撞撞，只寻找不愿说出彩的曙光。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呐，留下那野笔，满是潇洒，心被害怕放手雨打，那有朋友说，宁哥，你别啰嗦了，你赶紧分享一下你怎么练台词的技巧吧，好不好？干啥吗？我看朋友们都在说台词技巧的，我都上次已经说了，我说我教不了你们，我只能分享给你们学习方法。但是我想问一句，你是干啥吗？你要当明星啊？啊？你这么着急学，你要干啥吗？你要当明星啊？你要当演员啊？演员是什么？就是非常就是低下的一个职业吗？所有人都要来分一杯羹吗？啊？你要当演员啊？你当明星啊？也有他，也许你已经拼尽了全力，可没能等到奇迹，想过要逃避，总开玩笑说要放弃，却一直没放弃。有朋友说会来澳洲开演唱会吗？就不去了。因为现在就是虽然我不否认啊，咱家其实有很多海外的粉丝，是有的，但是很少，其实是不多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？其实就是像怎么说呢？就我的歌呢，基本都在这个内地发行啊，都在国内发行。然后国外的平台很多平台是听不到我的歌的，所以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演的戏，我演的戏好像就是去海外的也没几部吧，好像也没几部。对，因为我包括以前演的，虽然出去了，我都是演就戏份非常少，戏份非常少，就是有一点就是非常无力的感觉，也没有什么用。所以呢，就是海外的粉丝也没有，所以我没有这个自信和。觉得自己行了，去海外去开演唱会，我就没算了吧啊。澳门可以，澳门其实是可以的，对，因为我可能我不知道，因为澳门在聊了，澳门应该是可以的，当然，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打个比方，就是哪怕是在这个国外吧，咱就说国外吧，哪怕是在国外开演唱会啊，其实去的大部分也是你们可能就办签证就去开演唱会了，你们可能也是你们奔波到那边去看，也不是说当地的人看，所以就是其实对我来说，还不如让你们省一个便宜机票钱呢，对吧？有朋友说我在多伦多，你回来看呗，正好回来过个年不挺好吗？啊，不是过个年啊，回来看，正好看回老家溜达溜达啊，正好借看我演唱会的机会，回老家看看，然后看看以前的朋友什么的啊，在国外的朋友们。对于理想的拥挤，却很少有人关心。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没有出息，一边奔跑一边寻求生命的意义。多少次拯救别人，却忘了安慰自己。偶尔也想找个人陪，去顾及种种原因。很长时间以为的人生之后就只有家人和朋友。有朋友说宁哥，你今天脖子都盖上了。我这已经是打开的，因为它这个衣服其实是那种纯高领啊，
它是那种纯高领，要这样是揽开就非常的不好看啊，揽开这样就感觉这个衣服就废了。它这个要的就是这种，卡，就是这种卡，就是卡。哎，就是这种，它正常是扣在这儿的，就有点那种的啊，机车服，就是因为啥呢？因为它就是仿那种机车的骑摩托车那种感觉嘛。骑摩托车你大脖子敞子，你容易灌风啊，给你肚子灌凉了，容易拉肚子。啊，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。璀璨的繁星，让辽阔无垠的夜空有了意义。正如遇见你，有朋友说你机油开了，你怎么那么着急呢？你怎么急活啊？你困了？8点钟困了？8点钟人家老头老太太都在外边跳广场舞呢，你在那急啥的？有朋友说我困了，你困睡觉吧，啊，困了就睡吧。年轻人8点钟就睡觉，大好时光都被你所浪费了，啊，睡吧，当然开玩笑啊，8点钟睡觉绝对养生，啊，绝对养生，加油，好好睡，祝你做个好梦，啊，8点钟就困了，说实话我也有点困了。行吧，那刚刚有朋友说那个机油没热，唱首歌，那我就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我稍微整一个歌。随便唱一个，唱着玩啊，就是一个特别低的一个歌，然后让这个氛围稍微上来一点啊，让这个氛围就咱们直播间不能就嘎嘎干聊吗？还是得有一点氛围感的。好的，估计这个歌唱完了就能机油就热了，就可以出发了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
起哄的一声去远向光阴的长廊，脚步声叫嚷，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，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，飞机中旋转，你不见了吗？远光中走来一身晴朗，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。笑声中拂过几场旧模样，留在梦田里，永远不散场。暖光中醒来，好多话要讲。世界那么多人，可是他不声不响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活在我飞扬的青春，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，常让我想啊想出神。有朋友听困了，哈？怎么会听困了呢？真的是，就刚有朋友说热机油吗？热机油，你就刚刚不说了吗？我现在就像一辆车一样，外边那么冷，我刚刚启动，你怎么可能油门踩到底？你肯定是低速30迈、40迈先溜一溜。哎，让这个机油在这个发动机里充分的这个起到润滑和就是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这发动机你得慢慢的预热它，所以开始的时候先来一点就慢慢的歌曲。哎，我今天特别想唱一首那个歌，就是也是一首我自己前一阵发的歌，叫《大海的孩子》。哦，这首歌还挺好的，我唱一个这个吧。啊，大海的孩子。哦，这个歌也是我们这个第4届海洋风的一个主题歌曲啊。然后当时也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。等一下，我看看这伴奏啊。哎，这伴奏为啥？刘红说新能源不用机油，是吗？真的假的？我没有新能源的车，所以我不知道新能源是不用加机油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真不知道这个知识啊，你们可以给我普及一下。哦，新能源是不用换机油的。咱家谁是开电车的？电车是不用换机油的，是吧？充电就行是吧？新能源是电，我知道是用电它不得有一个机器吗？那个机器里边不得放油吗？哦，那就是这高级，真厉害。机油我不是汽油，汽油是你没有我开过油电混合的，所以呢我就正常的就是对但是那个纯电的我还真没开过，所以不用油是吗？哦，就是一个电池，我知道是电池，现在我知道是电池的，就是因为我以为说那个它的动力方面是这个电，然后但是它有个机器，它比如说你用电肯定供到电机里吧，那个电机里可能是需要机油什么的，我不知道啊，
那肯定就不用，那就是不用啊，高科技。买一个体验一下，哎，有钱就先攒着吧啊，不乱花钱了。手机也不用油吗？你给我抬杠来了是吧？其实跟大家想说讲一个故事啊。其实以前呢，就是在地球远古时期，朋友们啊，我们人类其实是活在海洋里的，朋友们，我们人类其实是活在海洋里的，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啊。其实随着生物的进化，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人类呢是活在海洋里的，也是在海里跟那些什么鲨鱼啊，那些什么那些鱼一块生活在海洋里啊。然后海洋里当时就是有这个，比如像一些鲸鱼啊、虎鲸啊，什么这种的啊。人类叫杠精，人类之前在海洋里活着时候叫杠精。这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是吧？刚才那个朋友就是还没进化好，他是杠精啊。这首叫做《大海的孩子》送给你们啊！这个歌我还真的，这首歌朋友们，我觉得我每次听到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有氛围感，我就想打开一瓶青岛啤酒。青岛啤酒可能有点那个什么了，就可能就想打，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很静的那种氛围，很浪漫、很惬意的下午，或者是晚上，或者是清晨，就是很惬意的那种感觉。哦，那唱一下啊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夜默默地张开黑色的梦，海风咸咸地从脸上吹过，一杯一杯酒装满了叹息，我立在沙滩的角落，在这灯火陌生的城市里，我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，何处找到那寂静的港湾？何时能见那温暖的渔火？海浪卷走那女孩的忧伤，我真的难忘那首醉人情歌。海浪涌来，妈妈的爱抚，融化那些孤注离魂的失落。涛声阵阵拍醒我的迷茫，淹没了青涩的每一滴泪光，让海风吹散我所有的惆怅，可那人说就是方向。
生的城市里，我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，何处找到那静静的港湾？何时能见那温暖的渔火？海浪卷走那女孩的忧伤，我真的难忘那首醉人情歌。海浪涌来，妈妈的爱抚，融化那些裹住灵魂的失落，好生真正拍醒我的迷茫，淹没了青涩的每一滴泪光，让海风吹散我所有的惆怅，可那日出就是方向。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，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，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，不管是恨过还是爱过。Thank you。哎，机油稍微热了点了，机油劲儿稍微上来一点了，没有他在身旁，又好风光也阴哑无话，春雨唤醒了枝桠，看我风把心烧给他，屋檐下风里轻轻摇曳我刚开播的时候，朋友都让我讲讲，说湖南卫视那个小年夜的时候吊麦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儿啊？是怎么一回事儿？朋友们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故事啊，其实也没有多复杂啊，也不是什么复杂的故事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它也不是怎么复杂的故事啊，就是一个当时呢，我就是因为我想说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我当天晚上是节目，就是这整场晚会的第二个节目。朋友们，我是整场晚会的第二个节目，它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对我来说，我要开个好头。我虽然不是第一个节目，但是我是第二个节目，我意味着我要开个好头，对吧？因为他是比较欢乐的一个哥们儿，让整个晚会的气氛稍微的活跃一点嘛。我当时在台底下的时候，因为我白天那个下午化妆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练这个歌，
包括那个说唱啊，一年以来忙着前进，没法去按下暂停，每天很 busy 很 busy， 工作很 busy 很 busy， 生活很 busy 很 busy， 不要守着难题总叹息，这就是烦恼，这样忧郁深呼吸，打个怪兽，咱们再去蹦个迪，心情很 easy 很 easy， 假期很 easy 很 easy， 梦想很 easy 很 easy。我当时哐哐一顿，下午哐哐一顿练，然后呢，我就寻思我上场之后，给整个效果给整的就是稍微 happy 一点，而且我上台之前我还提前上的台，那面那个何老师他们主持人他们还在那聊天呢，然后我嘎嘎我站在那儿了，我就站在那儿，然后呢我就往台底下看，我还故作轻松的，就是我站在那儿，就是假装就是我得假装什么呢？假装那种就是松弛感，哎。我假装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很松弛，你说紧不紧张呢？是真紧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前2个节目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我就是确实也是真唱，每次在这种真唱的舞台，我都会有那么一点紧张的，都会有点紧张。然后呢，我上台之后，我往台底下看一看，然后呢，台底下有一些观众真的看到我，因为他们那个主持人他们在那儿说话嘛，然后呢，我站在那儿已经备场了，镜头没给我而已，我已经站在舞台上了，然后呢。下面有那些就是观众朋友们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咱家粉丝啊，有可能不是，有可能是啊。有一些朋友就这样，给我招手，然后我当时还就很淡定，我讲，这意思，你好。他们就他们手势的意思肯定 ，hello， 刘宇宁，我肯定就，你好，啊。然后呢，我到处看一看，就是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，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就要演唱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就看一看，假装松弛。但是那天那个裤子挺不松弛的，那个裤子有点紧。于是乎呢，我当时看了一个人给我拍了个，就是因为我没上台之前不是有代拍嘛，不是代拍，就是现场拍摄的那种，就是叫什么来着？就是直拍嘛，然后我有个视角拍着我站在那后场，然后底下的那个标题是此时此刻这位歌手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。这位歌手此时此刻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，当时就是比较的那个什么啊，比较的那个比较的就是松弛嘛啊。在这来啊。哎，松弛，哎，小朋友来了啊，照顾一下小朋友，给他们镜头，哎。天空是绵绵的它，就算它下来又怎样？深呼吸，甩开悲伤，生气想爆炸就大声唱，爱很 easy， 很 easy， 心情很 easy， 很 easy， 梦很 easy， 很 easy。OK， 在这地方我就说要走位了，啊，走到位了，先冲前唱，因为机位在前面。唱错词了，没事儿，观众理解。OK， 好，有几个摆头，哎，这机位在这儿。好了，那边体操要蹦起来了。OK， 目前发挥算稳定啊。哎，小朋友上来了啊！我要准备走那个环形台了，已经在那边排好队了啊！然后何老师给我打招呼啊，我跟何老师点个头，哎，好了，马上到说唱了，我给观众气氛调动起来，来。
一年以来忙着前进，没发觉想暂停，每天很 busy 很 busy， 嗨起来朋友们！要守着难题总叹息。这个时候突然，一瞬间，开始的时候那个麦克风是因为它绑在裤腰带上，我在那蹦嘛，蹦蹦蹦蹦，从裤腰带上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之后呢，一只耳朵没声音了。当时是一只耳朵先没声音的，然后当时我就懵了，哎，我没事吧？一反应，接下来反应就发现那个麦已经掉下来，他在拽着我耳机呢，拽着我耳机我就一激溜，我当时就一激溜，然后我刚想去拿手去接这个耳返的时候，直接这个耳返掉地上了，瞬间我失聪了，一瞬间耳朵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我当下第一反应，我得先把左耳朵摘下来，我得听听外边的音箱。怎么办？还在我手里拿着，当时我在手里拿着那个接收器，我怎么办？我当时脑袋虽然在唱啊，但是我头就是已经分了3番了。第一番是什么呢？我要听这个伴奏，因为在现场，其实你在舞台上其实听不到反送的。因为那个声音是往外放的，你是听不到反送的，你卡不中那个节奏，你是卡不中节奏的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一番，第二番我要看的歌词，因为我已经懵了，我的歌词基本已经忘了，我得看看歌词。然后这个第3方，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，我要不要抽个空把这个线插上？我当时在想，我当时就在头脑风暴，我说这首歌里有没有一个节点让我把这个麦克插上，我重新把后面尾收好了。结果发现忙叨叨没有，这可怎么办？先拿着唱再说吧。然后我就把我的精力放在前2者了，第一是找节奏，第二是看歌词。然后呢，因为整个节目非常的忙到，接下来我在这唱完之后，下一趴我就要跟这些小朋友击掌了。我这个手里拿了一个接收器跟人击掌了。这怎么办？我说先这样吧，应该没问题，因为就剩最后一段了，就剩最后一段副歌了，没问题，我能撑过来。这个时候已经懵了，这时候已经在找节奏了，因为我听不到鼓点了，他那个鼓点是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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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里拿着接收器唱的，嘎嘎唱的。OK， 那怎么办呢？哦，接下来跟小朋友击掌了，懵了。哦，跟他们击掌，哎，手里拿着 ，OK， 先走到台中央再说。好，行，先把这个揣兜里算了，就剩一个结尾了，先揣兜里吧，唱完得了。好，自信，假装没事儿。整个故事就是这样的，基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，就是一个算是我的一个舞台失误吧，算是哥们儿的一个舞台失误啊，确实是非常的有一点那个啥，有点遗憾。为啥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我挺精心准备的，而且人家导演组给设计也挺好的，但是有点这种小瑕疵啊，不太。没事，所以我下次只要有蹦蹦跳跳的舞台，我一定是什么呢？我一定就给他，我弄那个502给我粘我腰上，我得让他掉下来的，有朋友说，宁哥啊，你都已经这个个那么高了，为什么要穿那么高的鞋？其实跟我选什么鞋没关系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这些品牌出的鞋都很高啊，这些品牌就是你去问问品牌，这个你不应该问我，你去问问那些什么麦昆呐、什么巴黎世家啊什么这些，你问问他们为什么都出这么高的鞋啊？只要我还好啊，我还好，就是因为我已经够高了。你说我打个比方，你说我如果你就想我现在净身高190了，我没必要说拿鞋再去给自己找一找啊，所以就是你问问那些品牌吧。风光也阴呀无
而且是啥呢？我以前穿过那种特别薄底儿那种鞋啊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有机会我给你们穿一回，可能是我是东北人的一个原因吧。我每次穿上那个东西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精神小伙。我每次穿上那种特别薄底儿那种的，直接贴底儿，我就觉得我是个精神小伙。我就感觉裤腿都应该短一点，我就接下来都应该来个怎么那种，又社会摇要摇起来了，对吧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所以我就很就是极力的去避讳这件事儿，避讳不要就是穿的很精神小伙。那枝桠，托风把心捎给他。屋檐下，风铃轻轻摇曳我的心弦啊。暮色。有朋友说戴帽子是秃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？刷了好几遍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在那儿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你在我一个这么多人的一个直播间里，你竟然来公众的这个来这个给我造谣，我马上可以取证告你。我看你这个年都过不好。你知道吗？人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人通常，你看我是不是急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说中了。戳中人的痛处，他就急了，他破防了，他一定是破防了。如果他说的不是真的话，我一定是什么呢？我一定就无所谓。我确实，我上面朋友们是这样的，我这已经没有头发了，前面这几根毛是我就是在网上买的那种假刘海 ，cosplay 那种假刘海，现在压在底下，我这样一收起来，整个前面盖翻了啊，这盖翻了。我现在就是那种，就是现在我有点像那种清朝那种辫的那种发型。我宁哥，你有洗发护发代言啊？我故意剃的。我虽然是这样的发型，但是我是剃的，我是剃了个秃子，不行吗？不可以吗？咱们现在都说什么要穿衣自由，难道没有发型自由吗？有必要剃头吗？我剃了玩不行吗？我不说了吗？2025年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我当时就是心情不好，我想给剃一半头发，我就剃了，不可以吗？没感觉我今年有点疯吗？就是有朋友说为什么要剃？我就想剃，想剃就剃。就打个比方，你今天晚上想吃点了一份麻辣烫，你就说，那你就一个朋友问你说你为什么点麻辣烫？因为你想吃啊。不是结了吗？想吃不就完了吗？对吧？我其实想剃。没有他在身旁，有好风光也阴雅无华。机油热起来了是吧？是不是感觉就是整个人这个状态机油热起来了？有朋友说随心随性就好，那是我就觉得人啊，你管我。托风把心捎给他，屋檐下风铃轻轻摇曳我的心弦啊，碎了一地，无人能回答。初见他漫步溪桥下，他轻摘一朵桃花。但愿春色美如夏，何妨飞入心肠。有朋友是不是瘦了？没瘦，就这还一直这样，最近就一直保持在这个体重左右。
我看有朋友说啥呢？有朋友给我这个上网给我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给我营造一个自律的人设。什么自律的人设呢？他说那个我们宁哥可自律了，减肥啊！现在你想想，他1.9米的个，130斤都不到。说我减肥130斤都不到，然后网上还有人信呢，说啊真的吗？他那么大个130斤，我的天哪，130斤都不。有朋友说我信了。不是，问题是我哥们儿，不是姐们儿，子子，各位老姊妹儿，我这么1.9米的个，咱别说肉了，咱把肉嘎内脏、心脏全把肉全剔了，那个骨头棒子你得几十斤吧？你是平时不去市场买菜？你是不是平时不去市场买菜你？啊？我1.9米，你去上市场找一头1.9米的猪，你把没有1.9米的猪，你找一头1.9米的牛，好不好？长短1.9米的牛，你把肉全剃了，你把肉全给剃掉，你就称那个骨头棒得多少斤？你估计不是平时家里是不是不像？因为我们东北有一个菜是特别，就是大家特别爱吃的，就是炖骨头棒子，就是去市场买那种，就是从那个肉联厂人家剔下来那种骨头棒子，上面有点肉，然后回家用那个酸菜炖，炖完之后特别香，你可以吸里边那个骨髓，然后也可以吃那个骨头棒上面那些肉。你们有吃的，肯定咱家朋友肯定有吃过的。对，就是我1.9米的个，我大骨头棒子，你就剔一剔，我就很。啊！我是这样的，朋友们，给大家讲一下啊。其实我没有那么瘦过哦。我刚出道的时候大概多少斤呢？我刚出道的时候大概150多斤。刚出道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去，你们咱老粉都知道，我刚出道那个时候满脸都是肉，就是一整个是一个包子脸。我每次刷到我刚出道那个时候这视频，我就觉得能跟我走6年7年的这朋友纯铁粉，纯是因为我的才华。那个纯是个包子，那个时候150多斤。啊，那个时候已经算我胖的时候了。我最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我记得最瘦的时候是我拍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的时候。啊，那个时候，尤其后期那个白车飞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我人生就是也不说人生吧，从我出道以来最瘦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是136斤。啊，136斤是我最瘦的时候。啊。那个时候不到140，哦，那个时候是我最瘦的时候。然后后期有的时候健身什么的之后的体重慢慢就上来了点，然后后来又稍微胖了点。然后我近期以来，就是这一年周期以来，我最瘦的时候是在拍《书剑于梦》的时候。拍书剑的时候，然后前期拍着，然后呢，我就拍吧，我有的时候我就会看监视器，我会发现我怎么有点胖了。我就觉得很胖，我就问剧组的工作人员，我说我是不是胖了？人说是，没好意思说你有点胖。我说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横店非常热，所以我觉得每天出那么多汗不会胖，所以我对饮食上就没什么控制。然后呢，我就那个时候是开始减肥，那时候开始减肥，减到多少呢？那个是算是我近1年最瘦的时候是69公斤。69公斤也就是138斤吧，那是我最瘦的时候。哦，138斤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拍书剑的时候，基本就是我就维持在69公斤、70公斤、71公斤，就在这3个数中间啊，就来回徘徊，就是
就是咱就聊公斤嘛，公斤我基本上前一阵包括参加晚会的时候，我的体重是71公斤啊，71公斤，也就140多斤了。对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昨天晚上称的是，我每天睡前都会称一下，我要就是怎么说呢，决定我第二天吃什么东西，做什么事儿啊。然后昨天称了一下是72.6。啊，72.6，所以我每天都会有一个记录的，你说我瘦或者说我胖，这个我都是不认的，因为我每天会有秤在这儿了啊。朋友们，你们等一下啊！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，朋友们。朋友们，我对面邻居好像打起来了。你们等我一下啊！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眼。我天哪，好凶啊！你们吵的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放个 VCR 啊。朋友们降声，朋友们降声，我先给你们放个 VCR 啊，我去隔壁看一眼，朋友们啊，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热心，千万不能有这种不好的事儿。你们等我一下啊，我给你们唱一个就是比较嗨的歌，好不好？就这个歌一唱，现场瞬间被我点。赶紧奔走相告一下，刘宇宁开直播了，鸭鹅啊，就点上了。最近这块讲究的就是一个离不开你的生活，点点滴滴，时时刻刻，每天都会看到我，无法注视我的这个元气开大一点，长面了，走快点，唱2点，聊3点。我不相信你一顿饭能吃4个点，啥也不讲，啥也不说，大大的挑呀，兄弟们、朋友们、家人、哥们、姐们、亲爱的老师、同学们，你们都怎么这样？冷静一下！哇，这个可能是个病，多多可惜，怪，我去你什么玩意儿！来，把下颌线凹出来，放你脸，麦，我网速比你快，我的粉丝不觉得我可爱，希望你演一个乞丐，哪怕告诉你1+1等于2，你又太厉害了，你就是个天才，别人无法理解。我们怎么又在这里？哎，网络这么发达了，你现在知识还这么匮乏吗？你要不想学，你不想学，你出去，你没听过这句话吗？我是能卷死我身边的人，我就卷死他。首先呢，我怀疑你是想暗算我、吓我，要不然埋伏我。我就感觉这些人不多粉丝，我感觉这是在耍我、调戏我，那个血压咣咣的给我气给我，这得嘎死我，这得嘎死我！给你们明这个霹雳，我怕影响各位兄弟，但是让人觉得无比的一起。有朋友能看到你的16块腹肌，好刺激！你这不叫直播，你这是家人们的福利，而且在做的就有点漏。你说有几个人能做漏？本故事全靠编造，情绪气氛最重要。咱不像你的几个小时过去，啥玩意儿你脑袋这都到，知道吧？好了，可以，明白。对，好，是。行，我先挂了，我不行，我的朋友等不及了。你家席也没了，你送我家道呀？家里临站，道友与直播间来领豆油来了。你当菜场买菜了呢？我这是超市吗？
拼了，没法过了。明星怎么了不起的啊？我也犯不上吧。我一看我就说咱们找谁啊？现在吧，咱们没那么死啊。那个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可以叫我小名。一跃龙门，勇猛过人，生龙活虎，穿搭得体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慢条人见人爱，放天入地无所不流连忘返，医药齐全，公德无量，德增兄弟刘玉莲。一键3连，关注我的微博，我叫我的能力刘玉。也许你已经拼尽了全力，可没能等到奇迹，想过要逃避，总开玩笑说要放弃，却一直没放弃。你问自己，到底怎样才算努力？看到太阳升起，陪着家人老去，等到孩子长大远去。有朋友说开推3什么时候录啊？也快录了，2月份，3月份之前会录吧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啊。我这边收到的消息是3月份之前会开始录啊，所以就应该是很快了，所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哦。多不容易，在生活的难题里，太多复杂的情绪，太多来不及，但一步一有朋友说，有朋友这次不要大呼小叫了，不要胆儿大一点，别在那丢人啊！别在那丢人，是我在那我想的啊，我自己内心的想法，我尽量吧啊！我觉得去年那个是硬吓人的，但只要朋友们是这样的，只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，它有一些故事剧情情节，我绝对不会那么，因为我确实适应了。毕竟刚过完生日，我又长了1岁，所以基本上不会太吓人的地方，我都应该没问题的。这一次我给这个节目当中立一个人设，
就是你到这个节目当中，你得有一个人设嘛，你得有一个你的位置。这一次我的人设就是一个好大哥，就是一个好哥哥的一个人设。我在这个节目当中，我就当一个就是那种所有的事情冲锋陷阵，就是那种保护弟弟妹妹这些的啊。已经走到这里。你看这四季，终于不会再犹豫。下定决心的你，默默鼓起勇气，去拥抱自己。2天1夜，有朋友说这次是2天1夜的一个故事是吧？我还没了解，因为故事都是没有这么快的给我们。他当时网上是有说是2天1夜发生的故事嘛？有朋友说是不是在里边住2天1夜？不是的，不，有朋友说是你们真的是在里面住2天1夜吗？那是不是节目录得很快啊？3天就录完了，直接剪完就播了吧？朋友们，你们有点天真了，故事是2天1夜。就是2天1夜发生的故事，这个东西我怎么跟你们解释呢？就是像柯南一样，柯南已经播出了10几年了吧？但其实在柯南宇宙里边好像才仅仅过去半年，应该是这个，就是这个逻辑啊。你想想，柯南已经播了10几年了，但是在柯南宇宙里其实仅仅过去了半年的时间。29年了是吗？有朋友说我都不知道啊，多少年了？你懂这个意思吧？几十年了，也没那么久。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，奔走在无数春秋冬夏，还坚守着那份倔强。有点听不懂了，有点听不懂。那我这么形容吧，比如说一部戏，一个演员去拍了4个月，但其实他讲了3生3世的故事。我这么就反过来讲，你会不会明白一些？一个演员去拍戏，他拍了4个月，但这4个月呢，可能讲了他一生的故事。这你这样，我这样形容你懂吗？或者3生3世，3生3世，7世吉祥，都有可能，就是10世这种都可能。9道轮回了都已经，你想想，就是你这样明白了吧？啊。就是其实实际拍摄和你呈现出来的它是不一样的。去寻找不愿出走在的时光，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，留下那一笔满是潇洒。请别害怕风吹雨打，那有我有你也有他。有朋友说热搜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热搜了吗？刘宇宁格局，这个词条未免有点太正向了吧？啊，也不是，他这个词条有就是可能是什么呢？因为是啥呢？就是
很多观众看到之后就觉得刘宇宁格局，这个格局分两种，格局小，格局大，打开两种。我看看里边是啥东西。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，就是一个算是我的一个舞台失误吧。我看看这个叫做微博智搜里边怎么说的。AI 回答是，共参考了237篇博文。哇，这么高级吗？啊！刘宇宁在多次直播中表现出色，尤其在谈到音乐分享时，他表示音乐应该是大家分享的东西，需要不同的人去传播。这种开放的心态受到了很多粉丝的支持和赞赏。他还提到，当自己的歌曲被其他歌手翻唱时，他会感到很高兴，因为他认为这是对自己音乐的认可。此外，刘宇宁在直播中经常传递正能量，鼓励粉丝理性追星，形成健康和谐的粉丝文化。除了在音乐方面的成就，刘宇宁还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。他在微博之夜获得了多项荣誉，包括微博年度热度演员奖和代表内娱歌坛门面与外国歌手合作演唱。此外，他还担任了多个品牌的代言人，如宝曼兰朵。这些成就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广泛影响力。大众的看法：41%喜欢，31%开心，21%平和，7%其他。是这样的啊，喜欢开心这个纯我铁粉的吧。平和就是属于就是现在在我直播间可能别人家的粉丝啊，路人就是碰巧走进我直播间啊，就是有点你们听没听过一个叫做桃花源记也不是啊，听没听过一个地方，这个可能就是误入了咱们这个小地方啊。这些21%的人很平和，就是哦，是吗？哦，就是很无所谓的一个状态啊。7%其他就是7%的啊。哦，7%里面是什么呢？有3%的是期待，有1%的是感动，还有1%是生气。啊，这1%的生气是哪来的？谁生气？谁这么生气？他底下写的大众情绪，我咋了？我说这些话有毛病吗？这么没有毛病，这么就是正能量的一番话，竟然有人生气。朋友们，给我抓到这1%的人，这些人就是我要去告的这个群体。你有什么可生气的？我说作为一个歌手，有更多人去唱你的歌，你会开心。我说这句话，你有什么可生气的？还是说我呼吸都是错？你有什么可生气的？啊？搞笑。下面还有啊，网友们普遍认为刘宇宁具有很高的格局和成熟的三观。哎呦，给我靠，这个智搜真的是不错啊，这个智搜真的是，哎。许多粉丝表示，刘宇宁不仅在音乐上有才华，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出色。他总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，不卷入娱乐圈的纷争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。刘宇宁的大气和宽容我都害臊了，朋友们，我都有点害羞了啊，有点害羞了。刘宇宁的大气和宽容体现了现在他对同行的支持上，他鼓励别人翻唱自己的歌曲，认为这是对音乐的一种认可。此外，刘宇宁在直播和社交媒体上经常传递正能量，引导粉丝理性追星，形成了健康和谐的粉丝文化。这些特质让他赢得了广大粉丝的尊敬和支持。下面说，你可能想问，刘宇宁为什么支持他人翻唱他的歌曲？刘宇宁还获得了哪些微博奖项？刘宇宁在直播中传递了哪些正能量？科技时代啊！
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照亮。坦荡时光，像男儿的胸膛，有无穷的力量，如此的坚强。我直播的时候，总有一些朋友问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啊。刚才有朋友就好多朋友，我的问题都不想回答。刚有朋友说：“老大，你的手指头有多重？”他竟然问我了一个问题，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？他问你说：“老大，你的手指头有多重？”你们不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吗？手指头有多重？就是他是通过什么的一个思路能够问出这样一个问题？我很想探索他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。他问我手指头有多重 ，OK， 就算你知道了又能如何？你要干嘛？我切下来给你称一称，是吗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。这就是1%的人吧？他就是刚才那个生气那帮人。他问我眼睛有多重，这个你别跟风啊，你这一点都不幽默。有朋友说学法医的跟那个没关系，哪个法医也不是没事去切人手指头拿下来称一称，那不疯了？你说啥玩意儿在那儿啊？有朋友说刘宇宁，你咋为什么动不动就上热搜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思维跟什么似的啊？其实就跟那些黑粉的思维是一样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总有一些黑粉问说刘宇宁为什么总演男主？我出道6年，一共才播了3个男主，而且有2部是戏份非常少的。你为什么要说个总？这个总是总在百分比里边怎么也占个60%吧，对吧？30%是经常，60%你才是总吧？100%是全部。为什么你看我总上热搜？我没上什么热搜，你去看看其他艺人，你看其他艺人上的比我都太多了。你每年热搜盘点，我都是那种垫底的小卡拉蜜。因为你关注我多，所以你感觉我总上，是这样的。因为你的眼里都是我，你的心里都是我。抬起头望一望，我其实上的很少了，我上的热搜是非常少的。啊，你到年底盘点，你一盘你就知道了，我是非垫底的小卡拉蜜，我是啥也不是，啊。你看那些经常上热搜的，你到他们微博底下留言，你到微博底下留言，你去给他留言，你说你怎么总上热搜？你怎么总上热搜？你是啥事儿上热搜？换个发型，换套衣服都能上个热搜，你去问问他们。你看他家那个粉丝能不能给你卸了？力量茫茫，心中会有一种思念叫做家乡，浑身带着伤，风雨里我独自闯，只怪岁月流转，年少太轻狂。举起了手中的酒啊，今生就做朋友，就算天高地厚，咱也要一起走。时间像流水，就像黄河水在流，多少时光就一去不再回头。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好吗？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照亮。坦荡时光，像男儿的胸膛，
坚强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黑暗的地。有朋友说老大，我跟我老公吵架了怎么办？老大，我跟我老公吵架了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你跟你老公吵架，你告我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我帮不了你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就是你把你老公电话给我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说喂，你好，我是刘宇宁，我是明星，你给我个面子。你别跟你老婆吵架了，我是明星，你给我个面子，你是这意思吗？你老公能不能就张嘴就破口大骂？他跟我在吵起来了，他不仅跟你吵，他直接跟我也吵起来了。你说犯，就你的意思就是让我给他打电话，然后我跟他吵起来之后，这样式就分散了一部分他跟你吵的力量，这样式咱俩是2为1，咱俩一块跟他吵。你叫我是来帮忙的是吗？你们夫妻两口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，我帮不了你啊。我就是怎么说呢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宁拆一座庙，不破一桩婚啊，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去搞定，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的婚姻也是你自己选择的。无论你的选择的结果是什么，你要自己承受。作为你的 idol， 帮不了你，我也不能帮你去吵架，啊。但是如果你老公敢对你动手的话，他要是跟你吵架期间跟你动手了 ，call me， 我去干死他。他要敢家暴你，我就干他。啊，吵两句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东西，两口子过日子啊，基本上以我的了解是没有不吵架的啊。不行，这是错的，因为这是法治社会，我们要用法律的手段让他得到制裁，律师费我帮你出。不行。有人说你是我娘家人，大哥，就说我是娘家人是吗？啊，就你跟你老公吵架，那你啥意思？你让我带点人去揍他？我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。比如说你跟你老公吵架了，你说你跟我打电，你跟我说，你说宁哥，我跟我老公吵架了，你啥意思？你让我去带点人去揍他，去吓唬他，说你以后不许对他不好了啊，不许跟他吵架了，你要处处惯着他啊。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，你得告诉我。还是说真的是打个比方，咱现在就是在一个这个电视剧里啊，我说的所有的情节都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啊。比如说一个女的跟我是这个电视剧里的演员啊，我是一个这个艺人，然后呢一个女的，就是我的粉丝跟我说她老公吵架了，然后我带了一帮人去给她老公腿打折了。直接给她老公腿下半身打瘫痪了之后呢，然后你的后面的你往后的余生呢，就伺候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一个男子。我这块呢，进去待了10年。咱俩的命运从这一刻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，往哪转就是转爆炸了，啊。他们总说我追寻着未来的风景，对于理想的拥挤，却很少有人关心。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没有出息，一边奔跑一边寻求生命的意义。
多少次撑住别人，却忘了安慰自己。偶尔也想找个人陪，去顾及种种原因。很长时间以为人生这之后就只有假意。有朋友说不用你动手，我打得过。就是你跟你老公吵架了，不用我上手，你能打过你老公是吧？我就这么告诉你，你能打过你老公的原因呢，是你老公真的让着你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就是一个正常的女性和一个正常的男性，两个人真的玩命互殴的话，我相信你老公能打死你。咱从这个人体构造上来说，如果真的是，除非你是什么呢？你是你学格斗的，你是纯学自由搏击，你打过世界锦标赛那种的，你可能能制服他。但正常你一个女性，你和一个男性，两个人相互搏击，你老公要不让着你呢，他能打死你。啊，有朋友说他学散打，他学啥打？他学啥打？只要他这个老公是一个正常的男性，也不太行，你懂吗？也不太行，啊，因为他的力量上确实有很大的差距。你说你打你老公，你老公就是让着你，我告诉你是真的是的。也难成为知己，璀璨的繁星，让辽阔无垠的夜空。千万别什么的，别以为你这个可以跟他较量，打不过人家的。他要真的给你打急了，那个什么，所以呢，就是之间呢别动手。有朋友说那拿刀砍呢。拳脚赤手空拳不行，你上兵器了是吗？那他没有刀吗？你家就一把菜刀啊？所以别打架啊，别动手，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啥的，千万别动手啊，不要动手，这个东西啊不太好。你可以言语上怎么样都行，但是动手绝对是一个界限啊，无论男对女还是女对男都是这样的。有朋友宁哥，我妈打我。你们的家务事呢？首先是这样的，我作为一个歌手啊，我能做的东西很少。我作为一个歌手能做的东西很少，我最多就给你妈放首歌。我能做的最多是给你妈放首歌。我说阿姨，咱们正能量啊，咱别打孩子，咱正能量。因为如今正道的光已经洒在了大地上。啊，然后以后这样式，我朋友们是这样的啊，咱家很多朋友说，刚才有个朋友说我妈打我，你这样式，每次你妈打你的时候，你妈刚一举手，你把手机准备好，把这个歌一放，妈。有朋友说前奏太长了，已经打得更狠了。那你把前奏你就是调好，你看顶上是我给你说个时间啊，是40秒的时候，你把歌提前调到40秒的时候开始放，啊，你前奏太长，你妈已经打完了。你这样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在40秒的时候一放，你妈首先是呢开始懵了，她直接蒙圈了，什么意思？你把这个音乐一放，马上跟着唱。你若是书包，
有人给你拿。你雨中的花遮伞，有人给你打。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，有人他给你包。你委屈的泪花，有人给你擦。你直接给他一唱，我跟你说，朋友们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正常的女人听到这首歌，尤其当妈的女人听到这首歌，直接泪流满面，朋友们，直接内心最柔弱的那一个角落被击穿，那种母爱的感觉，就是直接就是放下了手中的擀面杖，他直接就放过你了。你只要你朋友们，你不信，有朋友说不会，他会打得更狠了，不会，你不实践，好不好？咱们用实践见真章。下次你妈打你的时候，你直接把他歌，你说妈等一会儿，我有句话想对你说，你直接这个歌一放，啊，你直接一放。是有朋友说是擀面杖放下了，拿起了鸡毛掸子，鸡毛掸子。他可能是想递给你说，那行吧，我这一天就不揍你了，你把家里的灰打扫一下，他可能是这种的啊。所以呢，咱们以后实践见真章，你不用就是提前预判了结果，那个是没有意义的。所有的事情需要实践才知道结果。有朋友我试过，那你有朋友我试过，或者是有朋友说那个宁哥你是在开玩笑呢，你是肯定在开玩笑呢，你别在那忽悠我们了。那这样朋友们，我刚才说那个确实有一点是那种戏剧化的模式，但是其实是这样的，你们可以试一下，我朋友们在这教你们，只要你妈拿起这个东西想要打你的时候，或者是她想要扇你后背或者怎么样的时候，你临阵起手，你直接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不挨打，离开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你直接临阵起手，我相信没有一个母亲能够抗拒这首歌曲。世上只有妈妈好啊！朋友们，你们可以试试，你们可以试试。然后在那一刻呢，你去抱住她，你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有朋友唱歌跑调怎么办？唱歌跑调，这个时候你把它改成说唱。你说妈等等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你可以用这种就是类似像说唱的方式给他念出来，他一样也会感动的，他一定也会感动的啊。有朋友男女混合，我爸我妈一块打我怎么办？哎，这是难题。比如说打个比方，你爸你学习不好，他准备要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，你爸你妈双打，这个时候你光放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你爸急眼了。咱们这个小时候的父母也不知道总有个什么问题，就是总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更爱爸爸呀还是更爱妈妈呀？这叫什么鬼问题啊？但是就是很多中国父母就很在意这件事儿，哎，咱们的父母就很在意这件事儿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的问题就是刚才那个朋友问题提得很好，说世上只有妈妈好，直接临阵起手给他妈哄好了，他爸急眼了，他爸崩溃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
这个问题很棘手。你音乐一起，哎，你先问你爸，阿爸，哎，你先问他。哎，哎，又轮你妈了。这个时候你前面那两段唱完之后，你爸妈就该唱了，说女儿，爸爸妈妈一起双打好吗？他得问你吗？你一定说请不要这样。拿起擀面杖子和鸡毛掸子好吗？你说请不要这样。请不要这样。你告诉他们，你再告诉他俩说我们是吉祥的一家人，这个事儿就很容易就度过了，朋友们放心吧。宁哥教给你们，你当时你爸你妈混合双打的时候，你就点开这首吉祥三宝，能保你一条命，朋友们。吉祥三宝一定能保你一条命啊！你说宁哥，你小时候挨过打吗？我小时候挨过呀，那哪有孩子不挨打的啊？我也挨过打，因为逃课，就不爱学习啊，逃课就被打了。有朋友说我爸妈会说我有病的，啥意思？就是你当时咣咣一唱，你爸妈说你有病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浅层次的，其实这个才是最厉害的一个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爸妈认为你有病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好像不应该再打你了。你不想上学，你通常用的伎俩不都是装病吗？所以你不想挨打，你就不也是在这装病吗？你爸妈就不打你了吗？他会更加呵护你了，啊，就是不都这样吗？小孩不都装病吗？装病完之后，爸妈就心疼就不打了啊，不就这样吗？行了，刚才以上刚才说的所有话题，你就当一个玩笑听啊。我直播内容呢，朋友们，我虽然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歌手和一个正儿八经的演员啊，但是呢，我直播的内容你真的就听信30%就行，就是纯为了直播效果，为了直播效果，不能说一帮朋友到我直播间来了，我咣咣跟人讲这种，就是比如说啊，大家好，一定要做个好人。
或者给你们哐哐上课啊，也没有什么必要，就是一个娱乐氛围，让你们在这里一笑一乐，当个乐呵，当个放松的一个氛围就可以了啊。这个也没必要说怎么20%啊，含金量上升了10%不行吗？就是我这个男人一年靠谱10%不行吗？直播内容啊，30%了啊。其他会再练习，感情会再练习，我是一生一起，不负我可到提醒。差一天我遇见你，感动来不及。风向后的许，怎么循轨道去？这是个好问题，有什么迟早能继续。差一天我遇见你，像你这一句，念了4句像个谜语，让我踏进无处迷离，这种感觉。有朋友说宁哥我是一个28岁的女人，然后后面那半句没看懂啊，28岁咋了？不是正好的年龄吗？最好的年龄。有朋友说宁哥今天是我入坑第30天，有什么奖励吗？是这样的啊，咱们家呢粉上刘宇宁这件事咱们不讲入坑，咱们是中奖。你可能这一辈子买刮刮乐买什么东西从来没有中过奖，但是你粉上我纯纯的中奖了啊。然后你说你接下来回答你下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粉了30天有什么福利吗？你才粉30天你想要什么福利啊？你自己给我检讨检讨，你为什么才粉30天？我要是今天说给你哐哐来个福利，那些粉了我3000天的怎么办？咱家还真有10年8年9年老粉的啊，还真有啊，对不对？有朋友400多天都没放上呢，然后你30天上来要求这个要求那个。有朋友说1000多天还没有福利呢，我也不是说没有福利，你想要什么福利？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是我作为艺人来说，我能做的我基本都做了啊，其他的什么福利我确实福利不了啊。比如说咱家打个比方，就此时此刻我朋友们，我不是在这是装好人啊，我刘宇宁，朋友们，我不是装好人。就此时此刻，我直播间有一个就是弟弟妹妹，或者是咱家的一个朋友说，宁哥，我现在饿的不行，就是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你给我转50块钱，让我吃顿饱饭，我义不容辞给你转，这是我能做到的，我说到做到。你说宁哥，我现在就饿不行，你管我顿饭吗？我二话不说，我立刻可以管你，就这么福利，哎。有朋友说5天不吃饭了，我10天没吃饭了，你就天天这么撒谎撂皮儿的，你妈不打你打谁啊？你就是刚才被那个你说你5天没吃饭，你就被你妈打那个小姑娘吧？不打你打谁？你就欠打。有朋友说来个脸颊比心吧，然后有朋友说来那个蝴蝶结比心吧。我朋友们是这样的啊，我最受不了就是这个，但是工作没办法，我觉得就是好像说，哎，宁哥能不能给粉丝一点福利啊？我什么福利？给粉丝来一个这种那个叫做脸颊比心吧。我听完之后我就这叫什么福利？这是什么福利？难道就是不应该说给他买2斤草莓更加的实惠吗？比如说抽中了一个咱家幸运朋友，我给他邮2斤草莓，他肯定很开心。我给他来个脸颊比心，这算什么福利？
我最开始的时候嘛，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 get 的是什么东西，但后来呢，我慢慢的我也去了解嘛，我在这个行业混的时间长了，我也要了解嘛。原来这个东西在行业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犯傻。哎，原来在这个行业里有一个字叫有一个这个专业术语叫做就这俩字儿，叫犯傻。咱家有没有那种咱家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啊，但是在咱家很多就是那种老追星那帮朋友们啊，就可能你此时此刻在我直播间肯定有别人家粉丝嘛，就是老追星那帮朋友。犯傻这个行为叫做犯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来百度一下，我确实但是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啊。我搜一下啊，犯傻是什么意思？我搜一下啊。他这边告诉你呢，犯傻是英文是 FANSA， 就是翻傻，是网络用语，指演唱会上偶像对粉丝发放的福利。翻 Sravik 的谐音，明星给的饭撒一般有向粉丝招手、点头、微笑等等。该词源自于日本饭圈及的省略，等于英语的饭 Sravik。在进行现场 live 时，与粉丝等会啊，与粉丝进行互动行为，就是爱豆给粉丝的福利的意思。哦，朋友们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呢，我就跟粉丝招个长见识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每当有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尴尬。但是我看着别的艺人在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得做？其实说白了就是在粉丝面前表演嘛，表演一个不属于他的一个人格嘛，或者一个行为嘛。哦，我不知道。不是朋友们，我想知道哈，就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。刚才当然是犯傻就分很多种，比如他刚刚说，跟粉丝打招呼，对他点头，对他微笑，这叫犯傻。比如这种脸颊比心，你们看完真的会快乐吗？我想问一下。啊？不是。你们也不用讽刺我啊，不用讽刺我，有朋友说有点彪，你才彪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真的会感觉到快乐，还是说还好，还是说正常，还是说无所谓？咱们就跟刚才那个百度 AI 智能分析那个感觉似的，不是百度 AI，sorry， 是微博智慧分析那个感觉，就多少人喜欢，多少人开心，多少人一般，多少人生气，还好，正常，有点尬。你是生气那一波了呗？这很奇怪。我比如参加什么活动，那个主持人跟我说跟大家这个比个心，我一比心，你就说你生气了，也不太对吧？就是我给你比个心和2斤草莓，你选什么？这个问题很直观了吧，朋友们，选比心的扣1，想要2斤草莓的扣6，就是这个犯傻。
好的，接下来我在这个所有扣6的这些朋友们当中选出3位幸运观众，每人送出2斤草莓。这不等一下，这个不是比较实惠吗，朋友们？这个不会更实惠吗？来，此时此刻我进入直播间，我会截图啊。凡是这样，在公屏上别扣6了，你就打草莓2个字，你就打4个字，我要草莓。这样我抽取3个朋友，送出2斤丹东草莓，好不好？我看看哪个是比心这个实惠，还是草莓实惠。来了啊！来3、2、1，哎，我关机了，等一下，再来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3、2、1。好了啊，就抽出了3位幸运观众啊。这3位朋友分别是叫做冰糖雪梨啊，我要草莓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MD 永远快乐 A 胶啊，阿胶还是 A 胶，还是个 A 啊。还有个朋友叫 MD 兔子精，这3位朋友可以这个联系我的刘宇宁工作室，然后给我们地址，将会给你发2斤草莓的。那其他的朋友没有得到草莓的朋友，我在这里给你比个心。所以是人都不是傻，一个饭撒和2斤草莓来比，还是2斤草莓来的实惠。有朋友说我不要2草莓，我要刘宇宁。在你心里，我的价值等于2斤草莓。你既然要在2斤草莓和刘宇宁当中，你要做选择。有朋友说我在英国，如果抽到了，你会寄过来吗？那我就替你吃了呗，你何必呢？宁哥替你吃了，行吧，不犯毛病吧？啊，我替你吃了，你没有什么可委屈的吧？有朋友直播没赚到钱，搭6斤草莓进去，无所谓了啊，无所谓了，才6斤草莓吧。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咱们刘宇宁直播间不定期的送一些草莓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。有朋友说我不要草莓，我要比心。哼，不，我就硬要送你2斤草莓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我现在此时此刻马上问你地址，开玩笑啊。这就啤酒杯成2杯，你可知道吗？
有朋友，宁哥，你手怎么保养的？我手怎么保养的？也没保养过啊，我手基本也不咋保养，我也很少擦护手霜什么的，非常少，除非就天已经干到不行了，我就有的时候擦一下。有朋友说这句话很有道理，说老大为什么让你犯傻，就是因为你不能每个人都送2斤草莓，所以但是你的这个犯傻，你的比心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。说的真好，原来是这个，你看，这就是他一语就惊醒了我，他就点拨了我，啊。他就点拨了我，他就让我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。为什么很多艺人在各种活动上玩那种翻撒？原来这就是意义。行，以后这样式儿，朋友们，下一次只要有很多艺人的那样的活动，有粉丝在，只要你们喊我的名字，我现场给你们跪下，我让你在这个行业有一个巅峰的翻撒，我直接给你们跪下磕3个头。让这个行业没人能替代我的犯傻。有朋友说大可不必，不，我需要这么做，要做就做最棒的那个，嗯。有朋友说到做到，卷死他们，对，去卷死他们。让这个行业只要有艺人在犯傻，我就是他们永远越不过去的一道坎儿。我直播的内容你就信20%就行。啊，我直播的内容你就信20%就可以，就是刚才说20%，比如说下跪磕3个头这件事儿，50%呢是下跪，20%呢30%是鞠躬，哎，100%是下跪磕3个头，50%呢是下跪，30%呢就是鞠90度躬，所以我的直播呢，你信30%就行。哎，它有个程度上的东西，我说了，我刚才30%就90度鞠躬。边看你直播边玩游戏，外边一边在下雪啊，挺好挺好的。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此时此刻正在开着我的直播啊，包括咱家有很多朋友就是光一个设备开着还不行，有时候开的 pad 那边手机还得再开着啊。所以我的直播间我就希望有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会总放一些音乐啊，放一些这种笑声啊？因为它就是我想把这个整个直播间，包括后面的灯光，我都想把这个直播间营造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氛围，哪怕是开心，哪怕是放松，然后就是让你有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在里面。你哪怕不看着我直播，听着我的声音，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啊。朋友们，你们等我一下，那个啥，我去一趟卫生间，给大家放个 VCR， 你们看一下，我去个卫生间啊。这一看就是新朋友。等一下，我放个 VCR 啊。犯傻，
这就是没看到我以前的直播，我以前玩的比这嗨，这在哪到哪？从前，眼角的泪并不是。等一下，我得确认这个穿上能播吗？因为我不知道它上面这个印花是一个什么尺度。让我开个大眼给你们斗鸡眼儿，我这样看得更明显是吧？刘宇宁斗鸡眼儿来啊！这叫斗鸡眼儿！我得说些什么玩意儿呢？说老婆就是爱哭，你叫我老婆，你有病吧你？你是缺心眼儿吧？你有病！妈！然后我室友打呼噜，你把你的手机声音开大点儿，快！你现在把你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。哎，这位朋友，你室友说你打呼噜，哎，他黑你，他在网上黑你，他说你平时睡觉打呼噜，哈哈。憋住了，当超级英雄也很累，就这玩意儿这是纯塑料的，去掉。我进去看隔壁怎么回事，等我啊。不是，我怎么那么讨厌你们在那骗我呢？我每次直播就有那几个倒霉蛋儿在那告我上热搜了，我一个瓶盖扔你脸上。七夕节你让你宁哥唱分手快乐，你是不是在报复社会呢？哼，我过不了七夕，你们也别想过。别有这种心态啊！一定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人都要善良，你要感激每一个身边过得幸福的人。所以呢，唱一首这个体面。哎，算了，不唱这个了，正儿八经啊，这不闹了啊，不闹了，唱个正儿八经叫说散就散。你们困不困？你困你们就说啊，别跟我不好意思。困不困？困啊！困不熬的挺的，我没下播，你困什么困？熬住啊！节目单上的歌没唱完呢，我熬吧。弄了一下发型，结果非常的杀马特。狗叫，一般狗怎么叫？朋友们，就是他们的那个叫声是什么呢？是英文，因为他们发音是什么呢 ？F， 但狗是这样的。演霸总的秘诀就是什么？得莫名其妙的露出一些坏笑，要不不笑，要不就板个脸，要不一笑就是那种，必须把这个头一低，就是，你不好好学习，你长大你干啥吗？挑大分呐！就你挑大分，你都分不清几统，还不好好学习，不想上学，你那飘了你喜欢自己去买去，你上我的要好吗？抽奖还抽奖，我家单独有房子，你要不要抽奖送出去？有朋友说你这个衣服像泳衣，你说完之后，我真的还觉得有点像。指什么东西，我基本不会这样指。我说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不会这么指，我一定会用手指。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病？唱个什么呢？我来不了。我经历过社会的洗礼这种东西，我自己能打我自己。我现在给你变成青蛙，我想你要现在在我面前，我直接给你变成青蛙，直接给你麻辣了，给你。有很多朋友问说今天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我跟你聊不了太深的这位朋友，你呀，就是这种高级直播，你有点看不懂。这是最时尚的一个直播间，非常的 fashion。一键3连，关注我的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宇。卡点儿。当月光对雾气遮住了双眼，在海边飞腾，先看星星走远，在太阳
记得沿河是月才兑现，所有的情绪堆满了心底。有朋友说粉了4年从来没有被翻过，啥意思？从来没有翻牌翻过你是吗？然后自己对自己说不在意，又回到原点。我的宇宙已经足够，请你不要随便就闯进来，我不要再对谁产生依赖，我不想猜。有朋友说我也没翻过，我现在翻的所有，我现在念的这句词儿就是念的这句词儿，念的这句话就是在翻你了吗？算翻吗？算翻吗？算吧。有朋友一直在刷说你怎么不来韩国？我还没往国际这块走啊，我还没往国际这边走呢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再努力好不好？啊，你哈西哟。这是第几次对别人说抱歉，说不清的原因让我想翻篇，有些无解不如就让它无解。有朋友热搜18是什么？还是刘宇宁格局吗？是吗？是还是？也不亏欠，有一种魔力让我无法拒绝，安安静静的看雨落在地面，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从前。刘宇宁格局。刚才有朋友们这样的问我唱一首这个韩文的歌曲吧，因为咱家有很多在韩国的这种粉丝朋友们啊，你看有那么个3、5个，我估计，但是在我眼里每一个粉丝都很重要，咱们给这个韩国的粉丝来点饭撒好不好？咱们饭撒啊，看看有多撒。我搜个歌词啊，别着急，等一下。我爱的从前，我的宇宙已经足够，请你不要再别纠缠进来，我不要再对谁产生依赖，我不想猜，这是一种自爱，你很温柔，我能感受，可是我已经决定不会改，说一句我是傻瓜也不怪，有些释怀该释怀，我以为喜欢刻薄原来变得习惯，别放弃纠缠，其实喜欢却不敢说出来，我的宇宙已经足够，请你不要再别纠缠。看我这个笑就不像好的一个。
这可以吧？这首叫做《像中枪一样》。哦，这个够犯傻吧？够不够傻？来，我把眼镜戴上，免得丢人。怎么也不提示一下什么时候进唱？再来一下，不好意思啊。침 맞춘 것처럼 당신이 너무 없어 웃음만 나와서 그냥 웃어서 그냥 웃어서 그냥 달아 웃기수며 하라면 마무해서 우리 왜 헤어져 어떻게 헤어져 어떻게 헤어져 어떻게 꾸난 놈만 숨에 우리 저렇게 숨을 놓쳐 잡아보려 해도 가슴이 막가로 손가락 사이로 맞춰 네가 심장이 멈춰도 이렇게 어떻게 가진 않아 어떻게 좀 해줘 나 조심려고 해줘 이러다 습관 먹어가 너 안마무라 가수 어떻게 헤어져 어떻게 헤어져 어떻게 헤어져 어떻게 맞춰도 이렇게那个看串行了，容易这个。这很容易看串行，不好意思啊。可以，就犯傻到死为止，傻30%，行不行？可以了啊。你看串行了，因为我这伴奏也不熟悉。也不能，反正也听不懂，但我唱的很标准的，我唱的非常的标准啊。没有他在身旁，又好风光也喑哑无话。春雨唤醒了枝桠，托风把心捎给他。然后也没感觉错了。问题我唱的就是对的，朋友们。 좀 맞은 것처럼 정신이 너무 없어 웃음만 나와서 그냥 웃어서 그냥 웃어서 그냥 달아 웃겨 웃으며
하나만 못해했어 굳이 왜 헤어져 어떻게 헤어져 어떻게 헤어져 어떻게 그만 남았었네 우리 추억이 흘러넘쳐 基本是一样的，很标准的。啊，有朋友唱山东，哎，山东方言有什么歌曲吗？还真不知道哎。嗯。有朋友说想学韩语吗？微我50，我就不学了。我现在特别想学广东话，我其实有一阵特别想学广东话啊，学粤语。他们总说我追寻着未来的风景，对于理想的勇气却很少有。有朋友说宁哥过年回丹东吗？有可能回去吧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关系，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没有出息，一边奔跑一边寻求。就不太想回不太想回丹东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，就我怕麻烦，我怕麻烦，因为总有一些那种哥哥呀、姐姐啊，就会跟我说，哎，刘宇宁，我那个什么，我我姐家孩子可喜欢你了。你这样，你过年回来，我支一桌，然后你出来跟我们咱们一块吃饭，然后你跟我那个孩子跟我姐家孩子姑娘合个影呗，啊，可老喜欢你了，给你。当然，我是想说什么呢？喜欢这个东西，我是很感激的啊。但是我不能就是跟那个陪吃的那种陪角的啊。我陪你吃饭，我要专程出来要给你拍个照，你干嘛呀？犯不上，反正我就嫌麻烦，我算了吧啊。多少次迁就别人，却忘了安慰自己。偶尔也想找个人陪，去顾及种种原因。很长时间以为人生之后就只有家义，家人和朋友也难成为知己。有朋友可以讲一下吊麦吗？你还好意思？怪不得你名字后面连个铁粉都没有。我一下就理解了，因为刚才我已经讲完了，我的直播你都错过了前半部分，然后你现在进来，你说能讲吊麦吗？你整得像挺关心我似的，你后面连个铁粉都没有，你可以到时候我下播了一会儿看我那个直播回放，在前半部分我已经讲完了啊，那会儿我们可以看回放。有朋友可能是小号，也有可能，但是我刚才我开玩笑嘛，我已经讲完了，因为刚刚那个开播的时候，我已经把这个故事已经原本已经讲过了，哎，还配上了视频，然后讲完了已经。有朋友说热度不错呀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刚刚路过我直播间进来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哎呀，小样，热度不错呀！”你看我隔着屏幕都能看到你的腔调，我都能看到你这张脸发出的那个声音和表情，就是“哎呀，热度不错呀”，满脸写着调侃和一种不屑。
一般，这不在家最近一直没拍戏，搁家抠脚吗？这不没事干上来直播了吗？哪有什么热度？有热度拍戏去。我就是个弟弟，我是个小卡拉蜜，我就不行，非常次。嗯。老大，我能翻我吗？我翻你了，你也没什么说什么问题。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打的字那种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我基本不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在那说些啥玩意儿。有朋友问了我一句说：“宁哥，你5年之后你还混这个娱乐圈吗？”怎么事儿？就是我退了这边你能上来还是怎么事儿？我不知道啊。5年后的事儿谁知道呢？对吧？你可能明天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呢，所以就把握今天嘛。有朋友机油燃好了吗？我刚开播，我说我就好比一辆车，在零下20度的时候，需要先热车，然后让这个机油运作起来，这个车才能疯狂的奔跑嘛。我这个车已经我看热了多长时间了？热了2个半小时，如果还没热的话，我现在已经就快爆缸了，都已经。我现在不是热车，我刚才已经在狂飙，已经就马上爆缸了都要。你问我还车热没热，机油热没热？一看就不太懂汽车的朋友。2小时了，2小时这个原地热车，容易给车热坏了啊！都已经开出去300公里了，对，都上高速了，已经都啊，现在马上下高速了，都已经打算。然后说：“宁哥，给我你的签名照，我把我的命给你。”不用，我的签名照没那么值钱啊，我的签名照没那么值钱，也不用说把命给我，就犯不上。我跟你说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啊，真的，你可以自己截图，放到你的手机相册里，你等5年之后再看，也不用5年，可能1年之后你再看，你就会觉得当时为什么说这么愚蠢的话。其实挺可爱的啊！宁哥，给我一张你的签名照，我把命给你。我的一张签名照换了你一条命，也没必要啊！你其实现在这个举动很可爱，但是你将来还有，也不是能把帽子摘下来看看，你是怎么意思？你是有对这个人体有什么特殊嗜好？你喜欢看就是那种油头？我这那个什么，这头发压的比较扁啊，就不摘了啊。起伏在人生的主旋律。失败的失恋总让人洞见自己，有千百种声音可以让你放弃。我说我弟问我这是一个抽象博主还是一个教育博主？我是个艺人。我看起来不像一个歌手吗？啊？说我是抽象博主，唱首歌。我是颜值主播，啊，唱歌，来首歌，整一下，雪落下的声音呢？唱首歌证明一下，好，我在想唱个啥呢？
玩儿，这不动跟唱啥了？我真的找不到唱的歌啊。璀璨的繁星，夜空有了意义。雪落下的声音啊，其实是可以的。每年好像到冬天都会唱一遍这个啊。轻轻落在我掌心，静静在掌中结印，相逢是前世注定。痛并把快乐尝尽，明明话那么安心，假装那只是叮咛。泪尽也不能相信，此生如纸般我命。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，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如纸般我
我迷。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。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。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因为很多朋友说那个他们家现在正在下雪嘛，我觉得唱这首歌还蛮应景的啊。行，希望你们开心。有朋友说你这个浪漫的家伙，也没太浪漫，这首歌就正常唱，正常唱。南方下雨呢，那我唱一个雨一直下吧。气氛不算融洽。啊，唱的一般啊，因为我是一个颜值主播。没有他在身旁，又好风光也阴哑无华，春雨唤醒了枝桠，托风把心捎给他。昨天是在那个长沙嘛，昨天晚上长沙下雨啊。初见他漫步溪桥下，他轻摘一朵桃花。我说宁哥今天的装扮适合唱摇滚。这个装扮为什么适合唱摇滚呢？我家里没有吉他啊，家里没有吉他，有吉他的话可以来一首摇滚的歌曲。哎，我家里有一个那种吉他，有一个那种玩具式的吉他，等我给你拿过来试一下啊！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不是广告植入啊。这不是广告植入，我认为这个是我一个朋友送我的啊。没有他在身旁，又好风光也阴哑无华，春雨唤醒了枝桠，托风把心捎给他。屋檐下风铃静静摇曳，我的心弦啊，暮色碎了一地，无人理回答。初见他漫步溪桥下。
朋友送了我一个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吉他啊，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玩具，我觉得就是它对我来说是个玩具，就挺好玩的。然后没事我就摆弄摆弄啊。这么个东西啊，它是一个有点像那个，就是这个东西之前有过很多种这种东西，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吉他，然后呢就比较的，就是比较让大家入手比较快的那种的啊。不太会调，我不太会玩呢，还是 C 调的吧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。哎，弹错了。重来啊！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。还有钢琴呢。这么个玩具啊，没事，我们拿它假弹吧，来个摇滚的歌曲啊，唱什么摇滚的？这个配合 APP 啊，我没下，是。这里边有谱子是吧？我没有，没有搞那个。看一个，有朋友竟然点了一首《红颜》，红颜哇，唱不了。花房姑娘没有，因为我如果你们点那种摇滚的歌曲，我就得叫大飞阿卓他们来了啊。这个现在这个不太行，现在唱点流行歌还行。红尘客栈，我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唱动啊。算了，把它收起来吧。哪天把它研究明白了，到时候跟大家，给研究明白，给大家就是研究明白了，到时候跟那个乐队合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它加到大飞阿卓那个乐队里面啊，然后给大家来2个小节目啥的。来吧。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唱今天啊，我试试啊。就一会儿，朋友们是这样的，
一会儿一旦要是唱呲了或者有什么瑕疵，你就当网络卡了，你就公屏上告，你就公屏说卡了。啊，咱们就是用这种，就是通过咱们家这些老粉来欺骗很多新的粉丝，啊，咱就说卡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一些失误或者有一点你觉得哎呲了，咱就卡了啊，因为这歌确实有点高。剑出鞘，恩怨了谁笑？因为这么高，它所以就比较高。尽头是风沙，红尘的故事叫牵挂，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，冬里下，行云也喝古茶。不是，我还没唱呢，你们不用。我刚唱就说卡了，你这会影响我心情的。唱呲了再说卡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卡了？我以为我唱挺好嘛，我唱挺好的，然后你在那卡了，我以为我在你眼里唱的这么次，没卡。你这样子我没次的时候，你就尽量不要刷卡了，会影响我的心情，懂不懂？配合好一点，有点默契，兄弟，你当托儿也你得托的好一点。重来。天涯的尽头是风沙，红尘的故事叫牵挂，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，冬里下，行云也喝古茶，快马在江湖里厮杀，无非是命河里放不下，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？我只求与你共华发。剑出鞘，恩怨了谁笑？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，红尘客栈赴死道，骤雨落宿命桥。人无令谁领风骚，我却只为你折腰。过黄村夜桥，寻世外古道，远离人间尘嚣，柳絮飘至自知手逍遥。檐下长映斜映枝桠，与你席地对坐饮茶，我以工笔画将你牢牢的记下，提笔不为风雅，灯下谈红颜尽晚霞。我说缘分一如参参不说话，你泪如梨花洒满了纸上的天下，爱恨如血一山水画。剑出鞘，恩怨了谁笑？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，红尘客栈赴死
骚，我却只为你折腰。过荒村野桥，寻世外古道，远离人间尘嚣，柳絮飘逝，自知手逍遥。人无令谁领风骚，我却只为你折腰。你回眸多娇，我眼中带笑。就稍稍风中笑笑，尽数笑恩怨了。有朋友一点没卡，还行还行，硬挺着的朋友们，硬撑着呢，没卡，差点卡了，朋友们差一点儿，一点没卡，那就行。差不多了，朋友们啊！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新浪微博。然后呢，我叫刘宇宁，可以关注一下啊。然后就过年期间呢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没事就会上来给大家播一会儿，稍微播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到时候过年的时候，可能大家没事的时候，可以我上来给大家播一会儿，或者是带大家出去玩儿。拿着手机带大家到马路上出去玩，或者是到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去玩什么的都有可能啊。无人的回答，初见他漫步西桥下，这一朵桃花，但愿春色美如夏。年的芳菲如新茶。戴米在干嘛？戴米睡觉呢。有朋友说但是你今天直播没讲如何提升那个台词功底。我上次呢就是跟大家开玩笑的，朋友们，这次我上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，我上次是开玩笑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让台词变得好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在学习当中呢，我也在摸索当中，等我摸索会了我再告诉你们好不好？啊，等我摸索会了再告诉你们。哎，我在想，我突然在想一件事儿，没事，我回头想想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在那个，在我接下来那个活动的后台晚上把直播打开，可以采访好多艺人呢。可以采访好多艺人，因为我们的休息间都在一起。是不是可以？在场有很多别人家的粉丝也在我这儿啊！你们家爱豆有上这个节目的，我到时候可以，我到时候我搜集一下你们的问题，现场咱们就让他在过年那一天给你回答。哎，我觉得真行，我刚刚突然想到了，真可以。屋檐下，风铃轻轻摇曳，我的琴弦呐。暮色碎了一地，无人能回答。有朋友说我替他们同意了，
你算老几？你算老几？你替他们同意了，因为这个活动是咱们就讲究一个主打一个突袭，就是不用踢他们，就是我只要举着手机走到他面前，难道他能躲开吗？他应该不能吧？啊，就是硬 Q 他，硬 Q 你好，他说哎你别拍我，这是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举动，所以不存在你替他同意。满脸春色美如夏。没事儿，我回头研究一下，问问行不行吧？所以不用管我啊。桥下踏尽摘一朵桃花，满园春色美如夏，赢得芳菲如新茶。我想看 Demi 是吗？来吧 ，Demi， 来，我撞头了，对不起。却很少有人关心，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没有出息，一边奔跑一边寻找生命的意义。多少次迁就别人，却忘了安慰自己。好了。偶尔也想找个人陪。没洗澡有点臭啊，有点臭他明天估计带他去洗个澡，然后让他过个年。来跟这些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。这儿看镜头。有眼屎啊，一会儿给你擦了。看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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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儿。来，来，根儿长，来，根儿长，来，根儿长。哎，看吧，兴奋了吗？看到，来，根儿长，来，根儿长，来，根儿长。来根儿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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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就说要，你不说话我就不给你买，不给你拿了啊！要说。来根肠，要不要？不说话，那不说话就不给拿了啊。
来根儿长，来根儿长，来根儿长，要不要？说话。算，你拿一个，一会儿给你拿吧，我也差不多下播了。等我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拿，先给个别的事。失败的失恋总让人洞见自己，有千百种声音。有问说好吃吗？人可以吃吗？建议不要吃。啊，好不好吃我不知道，但是咱这块是建议不要去吃狗粮，好不好？因为有很多有更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很多人吃的东西，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知道狗粮是一个什么味道，没必要。啊，好吃你也别吃啊。行吧，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。然后在这里呢，也感谢各位的陪伴。那也希望各位度过一个轻松、快乐、美好的夜晚。这夜有你们真好，愿你们这夜都过得愉快。所以呢，希望下次直播的时候，我们还能不见不散，好不好？怎么说还看演戏吗？看什么演戏？什么叫还看演戏吗？是啥意思？没听懂啊。晚安，各位，下次见。